向所有全台湾2300万人许诺，中国国民党绝对会是那个重创经济奇迹、带领台湾的最重要的政党，好不好？好。时至今日，台湾能否再创经济奇迹？如果能，将会以何种方式？当下台湾是否还有类似的历史机遇可以抓住？今天我们就来复盘当年台湾经济起飞时，到底都做对了什么？今天的台南市已经十分现代化，市街整洁，商业繁盛，街上车水马龙，行人如织。现在各位看到的画面，与如今很多台湾小城市的市貌相比，似乎已经相差无几。你没看错，这是台南市1967年的街头景象。上世纪60年代，台湾经济开始步入黄金增长期。1960至1972年间，台湾 GDP 实质年均增长率高达10.2%，人均收入翻了3倍，奠定了台湾经济起飞，日后成为亚洲4小龙的基调。而这一时期，正是国民党当局主导的出口导向经济政策时期。关于台湾经济起飞的原因，历来众说纷纭。有人说是得益于国民党从大陆败退时带来的大量资金、技术以及人才，有人归功于美国的援助、产业转移和订单，还有人将其归功于日据时代培育的市场体系和高素质劳动力。听上去各有道理，不过这些都可以归为发展经济的有利因素，只能说具备了经济火苗燃起的条件。点火的关键一招，与国民党当局的一个主动作为密不可分，那就是通过经济政策的转向，成功搭上了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顺风车。问题来了，台湾为什么会在上世纪60年代的节点开始了经济政策转向呢？国民党来台之初的1950年，台湾人均 GDP 仅160美元，比当时东南亚的越南、菲律宾还低。农业占经济30%以上，出口主要靠糖、稻米、香蕉等农作物。此时，国民党当局推行的是进口替代的政策，重点发展食品、纺织等轻工业。虽然经济稳定增长，但是重点在解决军需和民需物资的生产。弊端也就显而易见，台湾的市场毕竟有限，以内销为主的产业自1958年开始就面临生产过剩的问题。此时，国民党当局的严家淦等决策高层被迫拍板做出政策转向决定，主导制定了外向型发展战略，全力吸引外资，扩大出口。台湾出口加工工业迎来大爆发。1958年，台湾颁布改进外汇贸易方案，实行单一汇率制，次年推出外销退税等激励措施。1960年，又颁布奖励投资条例，对出口企业实施税收优惠，一切政策为出口导向服务。1966年，全球第一个加工出口区在高雄前镇落地，随后高雄在内的3个加工出口区陆续成立。加工出口区不同于普通工业区，更像是制度飞地，专为出口加工设计的经济特区。规则简单粗暴，原料进口免关税，产品出口免征税，资金自由进出，政府一站式审批，劳工管理宽松。说白了，就是给外资一个法律真空区，你来设厂，包你赚钱。得益于鼓励出口的一系列举措，1960到1973年，台湾出口额由4.6亿美元增至40.5亿美元。1971年更是首度实现贸易顺差，带动制造业产值在1960到1972年间增长逾7倍。工业品出口比重由1/3跃升至逾80%，农业产品逐步被制造业取代。自此，台湾逐步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，迈入经济起飞阶段。奇迹的背后还有2个字：契机。彼时，正值美日等发达国家开启新一轮产业转移浪潮，台湾的外向型经济转向正好接住了这一波产业转移浪潮，成为当时的世界代工厂，也由此奠定了台湾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框架，以及以家电制造、塑料制品、电子零部件制造、机械制造等支柱产业为代表的工业体系。根据我们基本政策，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记着的。1970年代，小蒋主政后，面对国际石油危机对经济的冲击，果断开启10大建设，完善岛内现代化基础设施，增加对资本的吸引力，为台湾经济又添了一把火。此时，半导体产业的火苗开始燃起，最终成为持续推动台湾产业升级的助燃剂，和台湾一直能吃到今天的产业红利。回头来看，台湾经济的起飞离不开政策时机、国际契机以及自身资金、劳动力、技术等市场要素的准备，而出口导向政策更像是当初的点火时刻。如今的台湾面临产业转型的困局，苦等的也是新一轮产业升级的点火时刻。这样历史级别的契机，
或许只有大陆14亿人口的巨大市场，以及世界上最完整的能和台湾高度互补的产业链才能提供。那么问题又来了，要不要拥抱契机呢？相信台湾人心里会有答案。